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日本恶霸太嚣张，竟在数十家媒体面前往中国代表方头上倒酱油。与此同时，还当场实施锁技，试图降服 KO 中国赛事方。日本这家伙可谓是嚣张至极，满脸不服气。看到这一幕的敖日格勒当即就坐不住了，则是主动报名参加比赛，是要为中国代表方找回场子。敖日格勒拥有一双凶悍且不讲理的重拳，倒在他拳下的日韩选手不下少数，至此被全米粉丝称之为是中国功夫熊猫。年仅22岁的敖日格勒是中国 MMA 新秀当中的佼佼者。我告诉你，你在敖日格勒的对面，我绝不会客气的。你这回的对手敖日格勒，你完了。然而日本方面则是派出了一位80后，他叫增田裕介，绰号日本狂犬。得知自己迎战的对手是敖日格勒，增田裕介则是仗着自己年龄大，直接在媒体面前羞辱中国人，直言辱骂敖日格勒。我感觉中国人就是一群好吃懒做的猪，我一拳就能放倒一个，打死他们就跟捏死蚂蚁一样简单，还是回去让他们准备好棺椁吧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敖日格勒是如何暴揍增田裕介的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碰拳之后，增田裕介直接往后拉扯。为何增田裕介如此惧怕敖日格勒？那是因为敖日格勒在此前已经获得了恐怖的8连胜，击败的选手都是嚣张的日韩选手，每一次击败都是以 KO 的方式结束比赛，所以增田裕介才会惧怕眼前这个小胖子。37岁的拳坛老将竟然会惧怕一个22岁的年轻小将，说出去还不够丢人的。日本选手消极比赛的态度也是直接惹怒了裁判，先是让敖日格勒去往一旁进行休息，其后再去找增田裕介去算账。这是用来打比赛的场地，并不是供你们娱乐的操场。裁判直接黄牌奉上，就看这个日本选手还敢不敢再消极比赛。警告一次还是有点用的。增田裕介直接下前抱单腿，结果被敖日格勒的肉身压在了地面上，其后就开始对增田裕介实施有效进攻。来自内蒙的小伙摔跤技术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在内蒙每个人都会点摔跤基础，更别说这个从小就开始练习摔跤的敖日格勒，在地面缠斗必然是压着增田裕介暴揍。敖日格勒一个就地18滚，瞬间扭转了局势。再次被压在地面上的增田裕介又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，只敢搂抱敖日格勒，尽量不给敖日格勒实施更多有效进攻的机会。然而敖日格勒岂会就此罢休？那就打你一下，给我拿过来啊！不着急打他，把肩膀顶他，肩膀顶他，肩膀顶，拿这个肩膀顶，拿颈顶他。他打你一拳的时候，你就从快出来了。上去，你上去，过桥过不了你，你放心吧。可以上去的话，可以上去。他把全身把胳膊拿出来。对了，拿出来了，哪怕你起来都行。让打你两球。再给你自嗨。好。
被暴揍一顿的增田裕介基本上是失去了反抗能力，只能蜷缩在地面上等待敖日格勒动手动脚。两人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，增田裕介非要往刀口上撞，这就怪不得敖日格勒。给他微信号，拉他，这是个，哎，打，没事，你快停了，打他，没事就打他，你压死他了，打他，在比赛尾声，增田裕介的猴子声音都被打出来了。想想看，增田裕介究竟遭遇了什么？被打得慌忙逃窜，无处躲藏。拉倒，把他拉倒，管他那胳膊，管着他那胳膊拉倒。哎，对，那手可以砸，哎，对，压住他，哎，不要喘，来，上面打中，来一个。经过第一回合的试探，第二回合的增田裕介则是更加忌惮敖日格勒，甚至直接围着擂台边缘进行逃窜。看到这一幕的敖日格勒也是放弃的追逐，选择站在原地静静看增田裕介跑马拉松。太危险了，不能压低点上误，压低点给他上10号，他就抱你腿啊，知道吗？他抱你腿了。增田裕介就像是猴子一样，然而敖日格勒看增田裕介就像看小丑一样，猥琐的表情加上虚伪的试探动作，试图想蒙混裁判这一关，让裁判以为自己在发起主动进攻，并没有消极比赛。脚点对他，别让能晃过去了。得了。进攻了，他等下进攻，他们进攻，别走啊！快停！刚想发起进攻的增田裕介再次被敖日格勒防守个正着，被压在地面上的增田裕介别说是反击了，就连喘息都是个事情。体重超过300斤的敖日格勒直接压在增田裕介身上，这个37岁的增田裕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磨难与折磨。成功拿到压制位的敖日格勒直接就对增田裕介发起了猛攻，本来当死鱼当得好好的，结果却被敖日格勒的重拳给打活了，活蹦乱跳的同时身上的疼痛也随之增加。重新站起来的增田裕介貌似是在找死，竟然敢和敖日格勒在站立上进行对拼。大家都知道敖日格勒是从小练习摔跤，殊不知敖日格勒也练习过几年散打，在站立上同样拥有绝对的统治权。
增田裕介的体能已经支撑不了增田裕介再做其他动作。别看敖日格勒块头很大，但敖日格勒会将体能分配齐全，最起码不会在比赛结束前用尽自己的体能。体能是一位运动员的根本，丢失体能就跟丢失比赛胜利的兴致是一样的。刚想和敖日格勒换拳的增田裕介却遭到了重拳袭击，其后裁判就看不下去了，直接就终止了比赛。此时的日本选手已经倒地不起，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大拳医生急忙上台救治这个日本狂拳。大家感觉敖日格勒打得好的话，请多多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敖日格勒的硬气。